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是农村独生女，爸妈早已离开人世，buff叠满，被吃绝户。村里的缺德亲戚吞我房子，造我黄窑，坏我工厂。我凭一己之力将他们一一送往监狱团聚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婷婷，我是你二叔。最近诈骗电话横行，看着陌生号码，我一顿问候，疯狂输出后再挂断，1秒后又是这个号码，怕我再劈头盖脸一顿骂，直接自报家门。你爸叫张峰，我是他弟弟张海。婷婷，我真是你二叔。我仔细回想了下，室内有几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儿子的二叔。二叔语塞，尴尬笑了几下。婷婷，给你打电话是想问问你最近怎么样？虽然是女娃，怎么说也是我张家的子孙。我白眼翻到了天，这二叔什么德行，从那几个儿子身上就能知道。大儿子没有脑子，眼高手低，年过30大龄青年。二儿子爱嚼舌根，隔壁村的八卦他都掺上一脚。三儿子好吃懒做，小偷小摸进过局里，多回不改。至于为什么只有儿子，那就要问问他的良心。二叔有什么事您就快点说，我等下还要开会。是。婷婷，你在大公司上班时间金贵得很。我长话短说，你爸在老家还有一栋老宅，反正你是要嫁出去的，这房子不如留给你几个表哥娶媳妇用吧。今夕是何年？二叔被我问得一头雾水，回答：2024年。都2024年，还有如此不要脸的人。二叔真是将厚颜无耻发挥到极致。婷婷，咱们是一家人，到时给你留一间，以后你被婆家欺负还不至于睡大街。我可真是谢谢他。家人可笑，我爸排行老大，自幼照顾弟弟妹妹，但也不耽误他用功读书，常年稳居全校第一，也是村里第一个走出来的大学生。明明有光明的前途，但我爸就是太善良，说正是因为自己是第一个大学生，所以有义务返乡，带领大家共同致富。今天因为张叔生病，给1年的慰向金，让他好好休息。明天因为张婶的孩子读书学费不够，无偿提供资金。每天殚精竭虑，又掏腰包又费力地建立工厂，让大家都有工作能养家，不至于远走他乡，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。工厂的生意蒸蒸日上，大家都捧着我爸，但后面资金链断掉，他们立马翻脸不认人，让我爸3天内必须结算工资。结果第2天一大早，他们就等不及，把工厂的设备能卖的卖掉，家里能拿的拿走，全然不顾我妈还怀着孕。我爸没办法，只好连夜去城里找同学借钱。那晚风雪大路滑出了车祸，只留下我妈。这群白眼狼见只剩我妈一个孕妇，纷纷说是我妈是灾星，是她克死了丈夫。带头的正是我爸一手带大的弟弟妹妹。丧礼刚办完，二叔就带着其他亲戚把我妈赶出去，说我妈是扫把星，会给张家带来不幸。我妈担心肚子里的我，想回娘家，但是娘家人也认为她不祥，只好租一个狭小阴暗的房子，白天在工厂上班背着我，晚上把我哄睡去收废品，一把怨一把尿的拉扯我长大。好不容易我研究生毕业，可以孝敬，我妈却因长期操劳过度去世。葬礼上他们没有一个人来，连个电话也没有。如今本是孤儿的我，倒是忽然有了家人。二叔，谢谢你愿意把我当成一家人。我爸妈泉下有灵，一定会祈祷表哥们娶到媳妇生好几个大胖小子。
房子常年失修，再装修得花费不少钱，不如直接把表哥现在的卧室留给我吧。不过我在大城市住习惯了，表哥卧室装修风格太土，我不喜欢，要换成北欧风格哦。婷婷，那是你表哥的房子，怎么能给你一个外人住？还要求那么多？哦，那是我爸留给我的房子，怎么能给你一个外人？还要求白送？二叔被呛得直接挂断电话，比厚颜无耻我还没怕过谁。本以为这事就过去了，谁知第二天又接到一个陌生电话，归属地还跟昨一样，老宅绝不可能白送。二叔你再打过来，我就拉黑。电话里传来一阵油腻的声音：婷婷，我是你大哥呀，原来我还有哥哥呢。可是自从我爸妈去世后，这是你们第一次打电话过来吧？婷婷，不是哥哥不关心你，是你从小就不在老家长大，我们想关心也难。不想听他我鬼扯，直接打断。如果你也是为房子的事，就免谈。婷婷，不白送不白送，我们买。不过咱们是一家人，你可不能坑自家人，要给我一个公道价。早说是买呀，大哥，放心，咱们都姓张，坑谁都不会坑你。房子建筑面积310平，按照市场价一共31万。不过你们是我哥，1万抹了全当我送给哥哥们娶媳妇的贺礼。张婷婷，你不要狮子大开口，这地本就是张家的，我是张家的长孙，给你5万是看在你也姓张的份上，我不气反笑。10万买你的房子，现在立马收拾东西滚出去！你当我傻子吗？我那房子也有300平，你再多加10万都不会卖，所以哥哥拿我当傻子呢？嘟嘟嘟，电话被挂断。晚上，我被拉入一个莫名其妙的群里，群名是相亲相爱张家人。我呸，是相亲相爱的张家男人吧？刚进去，二叔就在群里发消息，欢迎我弟的女儿婷婷入群。婷婷可是在大城市做办公室的，可有出息了，是我们老张家的荣耀。原来是阿峰的女儿呀，欢迎欢迎。接着评算被各种土味表情包淹没，我按兵不动，邀请我的一哥坐不住。婷婷，这是张家的群，里面都是自家人，族长长辈们都在，有什么困难都可以在群里说，大家都会帮助你的。我敷衍回应，哦，一条语音弹出，我费了好大劲才明白说了啥，主要是这家乡话实在是地道。婷婷啊，我是你见爷爷，小时候还抱过你呢，当时就说这女娃天庭饱满，是个有福之人。婷婷如今这么出息，阿峰可真是好福气，泉下有知也能安息了。一阵阿谀奉承的话我都没眼看，脚趾抠地的我算是明白拉入群的作用，先是价高我，然后让一群宗亲来劝说我，让族长施压逼迫我同意。可惜我呀不吃这套，我反客为主，各位长辈都是我的至亲之人。如今婷婷遇到了一个困难，想让大家帮忙出主意，众人纷纷表明没问题。二叔一家想强迫我把房子送给他，你们可以帮我劝劝二叔放弃吗？我也是担心他，怕午夜梦回时被我爸妈问责，再附上一个嘤的表情包，大家七嘴八舌，中心思想无外乎我是女的不能继承，这房子虽说是你爸的，可是他去世多年，你毕竟是个女娃，是泼出去的水，村里就没有把房子留给女人的道理。要我说，女人就该结婚生孩子，在外面工作有什么用，还得靠男人。女人不能多读书，瞧她把脑子都读傻了。房子从古至今都是给男人的，不然留给女人，难道后面再免费送给外姓人吗？
当初你爸把房子建得那么大那么好，你如今一个人住太浪费了。你二叔一家儿子多直接给他们，还能图个孝顺的好名声呀。族长这时也发话：婷婷，你从小就在外面长大，不清楚村里的规矩，这也不怪你。只要你现在同意把房子还给你一叔，我可以既往不咎，依然认你还是张家人。等抽空，我算个日子，让你妈的坟也迁入张家。还比送还让人恶心，真是把我给气笑了。房子是我爸勤勤恳恳耗费心血攒钱一点点建的，如今人不在，倒是变成一具轻飘飘的张家房子，还要让我还回去，真是欺负我爸，后继无人，只剩我这个孤女了呗。这群既得利益者可真是会慷他人之慨，乐山大佛都应该让给他们当。我直接点名道姓，大杀四方。张叔，我记得你可是好几套房，不如直接送一套给二叔吧，反正你就一个儿子，留那么多房子也是浪费。张伯，我记得你儿孙绕膝孙女都可以组成一个足球队，不如直接选3个嫁给我仨表哥吧。不过张伯，你可得好好挑一挑，我二叔可是喜欢听话又好生养的儿媳妇，都是自家人，可不要谈什么彩礼伤感情哟。张婶，我记得你大儿子可出息了，都能在帝都买大别墅，想来也不缺钱，得赶紧捐个180万给表哥成家立业。张家好才是真的好呀。族长，我记得你还欠了我爸好几万吧？70年代的3万可不是现在的3万哦。按照通货膨胀率，我收300万不过分吧？该还钱喽。亲爱的族长，这群平日里占尽了他人好处的人急得跺脚，纷纷指责我：哎，你这女娃怎么不知好歹呢？还顶撞长辈。我可是为了你的名声好啊！你在大城市上班又不缺钱，干嘛占着村里的房子？造孽哦！张家怎么出了这么一个孽种？阿峰会死不瞑目啊！都是一个姓一家人，分得这么清干什么？够了！我直接把老宅的房产证拍了丢群里，请各位睁大眼睛好好看看，房产证上写的是我张婷婷的名字。希望今后大家不要再说出这么荒唐的话，伤了一家人的和气。大哥见软的不行直接放，在农村就是要按照农村的规矩来，房子传男不传女，自古以来就是。你别想拿张破纸就糊弄我。我还想反驳，发现已经被移出群聊，真是玩不起的小垃圾。想着已经告诉他们房子是我的，也不会乱来吧，就没放在心上。谁知我还是高估了二叔一家的人性，也低估农村的宗族势力。1周后，一个陌生人申请加我好友，备注房子，心头一颤，我顿时觉得不妙。通过后得知，陌生人是村里的村官江参，他发现我的房子正在装修，想询问附近的村民，但他们忌惮江参是外地人，又是当官的，都闭口不谈。江参一番旁敲侧击，也没探出什么有用信息，就偷偷在附近蹲点，这才发现是二叔一家在请人装修。1周前，我在群里大闹天宫，早就被传到村里的每一个角落。就连村里的狗都知道我张婷婷是一个不尊老、企图霸占男人房子的泼辣女人，所以江参知道后便连忙加我好友，同步给我这个消息。这群视法律为无物的2级管生物，还敢背着我强行霸占房子。我买了最近的机票，连夜赶回去。到了目的地已经是凌晨2点。村口就在远处，不足300米。虽然没有路灯，天空漆黑的如同黑洞，吞噬着周边的一切，但我还是记得回家的路，即使距离上一次已有13年。
我一共回来过3次。第一次其实我不大记得，是我妈跟我说的。那时我3岁，我妈在城里找到稳定工作，不再担心被房东深夜赶出门。我爸去世3年，想带我回家看看，拎着各式各样丰富的礼品回去，一路上都很开心。结果我妈牵着我一只脚，还没踏进门，就被二叔一家扫地出门，边拿着扫帚赶边嫌弃地说：“去，你这寡妇克死我大哥，还想再克死我吗？带着拖油瓶赶紧走，真是晦气！一大早就碰见你们。”我妈省吃俭用花半个月工资买的我爸最爱喝的酒，就这么碎了，酒水洒一地，连带着我妈的眼泪。我妈没有办法，只好哭着牵我离开。在路上遇到那些村民，还被他们恶语相对，好像我妈就该进猪笼。第2次是我7岁刚上1年级，我妈想告诉我爸，她的宝贝女儿已经上学，带着我回到村里。在路上不巧碰见二叔，几年不见，岁月已经在二叔脸上留下痕迹，可惜没改变的依旧是他嫌弃我妈的态度。不等我妈开口，直接推搡着让我们赶紧滚。我已经7岁，是个小大人，见不得我妈受欺负，不管他是二叔还是畜生，看准机会狠狠咬住他的左胳膊，因为他是用这个胳膊推我妈的。我真是使出了吃奶的劲，咬得很用力，他的胳膊瞬间见了红，大喊：“你是狗吗？有爹生没娘教的赔钱货！”我妈平时很温柔，无论在外还是在内都是轻言细语，但这次触碰到她的逆鳞，直接一巴掌甩过来，打得二叔措手不及，怔怔地待在原地。我妈消久地拉着我快速跑了。等二叔反应过来，他被一个平日里最看不上的女人扇了耳光。我妈跟我早就跑得老远，远的只能听见他一直在破口大骂，但听不清具体内容。这样也好，我妈跟我的耳朵就不用进脏东西。第3次是我主动提出来回去见我爸，我妈已经有9年没有回去，但我知道她不是不想见，只是二叔他们这些极品亲戚，我妈怕了，怕他们伤害我。我已经数不清多少次看见我妈深夜醒来，用那粗糙的手抚摸着泛黄接近褪色的结婚寸照。那是我爸留下来的唯一照片，照片里的他还是那么英俊潇洒，意气风发，这才能将美名在外的我妈拐回了家。我妈不停地抚摸，再小心地放在怀中，然后机械式地重复以上动作，我都一一看在眼里，恨自己太小，保护不了我妈。等我初中毕业，已经是个大姑娘，个子比我妈还高还壮，我终于可以保护她，像她保护小时候的我一样，真开心啊！我妈在我的提议下决定回去，但这次只想见我爸，不想跟那些人有纠缠。我们带着我爸最爱的酒，小心翼翼地翻山越岭，花了2个小时，收获了数不尽被树枝藤条刮破的伤痕，才来到了我爸墓碑前。杂草丛生，灰烬覆盖了基碑上的刻字，像是无名种。他们在告诉我，我爸去世整整16年，没有一个人来看过他。那些他不惜奉献前途，用生命帮助过的家人村民，让我爸成了一个笑话。我妈伤心又愧疚，隐忍着眼泪除草。我默默地擦拭墓碑，像是在轻轻抚摸我爸的手。我从没见过我爸，对他的所有事情都是从我妈那听到的。在我妈眼中，我爸是一个有大爱、有家国情怀的人。他希望能带着全村人共同致富，可惜了上天不公。我们正沉浸在我爸的故事中，二叔悄无声息地出现在我面前：“你们怎么又来了？赶快滚，别坏了我们张家的风水。”
二叔张口闭口就是要我们滚。我妈站起来，还像过去那样护住我。我拍拍她，示意我长大了。这是我爸，我是他女儿，凭什么不能来看他？反倒是你这个做弟弟的，我爸从小带着你，让你成家立业，你就是这样报答我爸的。你个小丫头片子，懂什么？伶牙俐齿的，就应该跟村里的女娃一样，初中毕业赶紧出去打工，给哥哥攒彩礼钱。我是不懂那些大道理，但至少我知道礼义廉耻，兄友弟恭，有你才是坏了张家的风水。二叔被我一番话气得吹胡子瞪眼，操起一根手腕粗的树茎就朝我们扑来，全然不顾这一棍下来会出人命。我跟我妈手无寸铁，没法硬碰硬，只能走为上计，拉着我妈快速朝山下跑。但我从小就没在农村生活，所以对于在山上奔跑完全不熟悉，导致速度很慢。没到1分钟，二叔就追上了我们，一边破一边大骂：“给老子停下来！看我不打死你们，为张家除害！”我妈被二叔的言语威胁，一时紧张，没注意踩空，直接滚到山坡下。我惊呼，一双眼死死地盯着二叔，恨不得要把他撕烂咬碎。我妈要是有个3长2短，我一定会让你一家陪葬。二叔许是想起我7岁那年不要命地咬他，又或是忌惮我现如今发疯的模样，把树枝扔了。拖油瓶，你可别胡说，是你妈自己不长眼睛，不看路。她要是死了，伤了你可别赖我身上，我1分钱都不会赔。说完，他就拍拍屁股走人。我拾起树枝当登山杖，赶紧跑下去。那个坡不陡，我妈滚了10米就停了。她还有意识，看见我来了，强撑着笑：“婷不怕，妈没事。”她艰难地倚靠在大树旁安慰我：“你看妈好好的呢，咱回家。”我暗暗发誓，一定要锻炼好身体，最好会武术，这样才能打倒坏人，保护妈妈。一路上，我背着我妈，累了就扶着她深一脚浅一脚地走。回到家已经是第2天，我劝她去医院看看才放心。我妈摆摆手，笑着拒绝。婷放心，妈的身体妈心里有数，我还要看着你嫁人才安心呢。我透过她勉强的笑，看到背后眉头紧蹙、捉襟见肘的贫穷，终究是没拗过她。后来才知道，我妈因为这次摔伤落下了病根。之后我俩都很默契的，再也没提过去看我爸。我想等考上大学，找到一份好工作，再衣锦还乡，给我爸长脸，告诉他们有我这个女儿是张家的福气。可惜，当我终于拿到梦寐以求的 offer， 我妈却因为终日操劳旧疾复发，来不及再看到我在成家立业，就跟我爸团聚去了。我妈走后，我变成了一个孤儿，把所有的时间跟精力都奉献给了工作，以此来麻痹自己。所以来到公司不过3年，我已经年薪100万，大小算个管理层，手下有30多人。我想等再过段时间，等手头的项目结束，回趟老家，把我妈的坟迁到我爸那，让他们真正的团聚。没想到，因为二叔一家，我提前回来，趁口的石碑一点没变，如同记忆中可以对抗时间，鼎立万年。我看到了点点火光，就在石碑的后面，有人在那，人数还不少。我不慌不忙地打开手表录音功能，再悄悄踮起脚尖吸气，快速跑到石碑前，猛地一下打开手机手电筒，强烈的灯光刺激他们的眼睛，他们慌了神，手下意识地松开，一根木棍不巧滚到我脚下。这么好的机会，我可没有放弃，直接抡起木棍就朝向他们。
他们没料到我会主动出击，下意识地用手挡在前面，求饶道：“放过我们吧，我是三哥啊，婷婷，都是一家人，快停下！”原来是那个欺软怕硬、外强中干的三哥呀！大晚上你们鬼鬼祟祟地躲在这干嘛呢？我皮笑肉不笑地看着他们。三哥怕你一个女孩子不安全，这不就招呼我兄弟一起在这等你，护送你回家。瞧着我放松了警惕，三哥边说边示意那帮兄弟们朝货攻击。大家快上，把这个贱女人赶出咱们村！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他们被我打倒在地，看着他们惨叫不断，我好心提醒，忘记跟三哥说了，我可是散打冠军，不是一个弱女子呢。三哥被我打得鼻青眼肿，但嘴巴也不老实。你个毒妇，难怪这么老了还嫁不出去，活该你的房子被我们拿去。我不为所动，诅咒我没爱情有什么关系呢？但要是敢阻挡我发财，看我不打断他的狗腿！为了气他，我故意说：“你有今日，可得感谢你爸哦，要不是他13年前的一番好意，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也不会学散打呀。下次记得大晚上不要再偷偷摸摸，否则很容易被我为民除害呢。”收拾完这群垃圾，我大步往前走。迎面看见一个男生，他跑得满身是汗，好像下一秒就赶不上飞机似的。张婷婷，那人忽然停下来，你认识我？我很是诧异，脑海中不断的搜索村里同龄人的画面，可惜没匹配上。我是江参，你没事吧？他张大嘴深呼吸，我一看到监控就着急跑过来，他们都是村里的二流子。成天无所事事打架，倒是有一手，大家都苦不堪言。我这才低头瞧去，发现他穿的还是睡衣拖鞋，不禁心头一暖。我可是散打冠军，你该担心的是他们。谢谢你告诉我二叔私自装修的事，否则怕是等他们鸠占鹊巢，我还被蒙在鼓里。江参不好意思地挠挠头，目光坚定地说：“这是我应该做的，我是村里的村官，有责任保护每一位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。张海他们的行为是违法的。”我透过他仿佛看到了年轻的我爸，我看着他眼睛发自内心的夸赞，真的很感激你，大家一定会为村里有你守护而感到骄傲。第二天一大早就被窗外的声音吵醒，光听内容粗鄙之语不堪入耳，不用想都知道是二叔一家子在作妖。赔钱货你居然敢打你三哥，他是张家的男丁，你知不知道？二叔在那骂骂咧咧。我打开门，人群中最耀眼的就是三哥，当然不是因为他的容颜或气质，瞧着他被打的鼻子不是鼻子，眼睛不是眼睛，我心情就莫名的好，感谢他们一早就给我带来了好心情。我把录音打开，二叔，这录音你可听清楚了？是三哥先教唆那帮狐朋狗友动手，我不过是正当防卫。爸，这个臭婊子说谎！他二话不说，抡起木棍就朝我们过来。三哥，饭可以乱吃，但话不能乱说哦。我只是把木棍捡起来，有打到你们吗？原来你们不仅胆小如鼠，还擅长颠倒黑白，是你们不分青红皂白就朝我一介弱女子动武。张婷婷，你给我闭嘴！今天不拿10万给你哥赔偿，这是我跟你没完，是吗？我拿把椅子顺势坐下，我还没问你私闯民宅，你倒先来兴师问罪。什么私闯民宅？你现在住的是村委会的房子，我说的是我爸留给我的老房子。你们未经我的允许装修，是在违法知道吗？还是说你们想去免费吃国家的饭，住国家的房子？二叔一听可以免费上，赶着问：
哎呦，婷婷不亏是读了书的城里人，消息就是灵通。快告诉二叔，这好事在哪？我可不能让给别人抢了先。一旁的三哥都看不下去，这地他熟啊，进去过好几次。瞪着二叔不耐烦地说：“爸，他说的是监狱，你动下脑子好吧？”二叔被我摆了一道，脸色铁青，恶狠狠地说：“读了几年书就会臭显摆，知道尊老爱幼吗？那房子今天我是要定了，给面子叫你一声二叔，不给面子你滚一边去。尊老的前提是值得，而不是纯长年龄不长脑子。”局面一时僵持不下，江申闻声赶来，站在我跟二叔的中间，开始科普国家的土地法及继承法。可惜二叔是左耳进右耳出，不把江申的话放在嘴边，一直唠唠叨叨。这是张家的房子，就是天王老子来了，房子也是留给带把的。江申见他油盐不进，也一时没有办法，歉意地看着我摆摆手示意没有关系，人畜无害地看向一叔。刚刚我想明白了，二叔你说的也有理，房子你就先拿去装修，但毕竟也是我爸留给我的房子，我想在村里待一段时间，可以吧？二叔狐疑地看着我，生怕我又给他下套。我举手发誓，二叔你就放心吧，我保证装修的这段时间不打扰不阻碍。你要是信不过，可以在房子前装个监控，24小时巡逻。瞧我这样示弱，二叔也放下戒心，不再为难我。婷婷你早该这样想就好了，你放心，房子装修好肯定给你留间卧室，毕竟你爸可是我哥打断骨头连着筋呢，咱们一家人就不要斤斤计较。二叔他们高兴地哼着曲儿走了。江申满脸疑惑地看着我，好戏在后头呢，现在有空陪我出去逛逛。江申点头，默默地跟在我身后。这是我第一次可以光明正大、慢慢悠悠地闲逛，以前每次来都是被二叔一家追着跑，都没好好仔细地看着我爸生活的地方。我听说过叔叔的故事，他是个好人，你也是个好人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不是出于感激，是发自内心的想法。我在村里待了半个月，走过我爸走过的地方，待过我妈待过的地方，在古树的见证下，透过这些建筑跟我爸妈重逢，更加清楚我爸的志向，明白我爸的伟大。房子已经装修好，二叔看了黄历，明天是个良辰吉日，准备入住。我也觉得明天是个好日子。二叔瞧我这段时间安分守己，没有大闹，也邀请我去院里吃酒席。院子里很多人，绝大部分我都不认识，大家都笑语晏晏，各自带着礼物。我也是特意准备了一份大礼送给二叔，希望他会喜欢。吉时已到，鸣放礼炮。二叔一家沉浸在大家的恭贺声中，全然没有注意到院外的污笛声。张海是吗？我是市公安局警察，接到群众举报你涉嫌霸占他人房屋，犯非法侵入住宅罪，请跟我走一趟。二叔吓得手中酒杯都掉落下来，紧急说道：“警察同志，你搞错了吧？这是我的房子。你是张海吗？这是西海市严家村张家小组12号吧？”二叔恍惚的点点头，那就没错，跟我走一趟吧。警察想要带走二叔，三哥挺身而出：“警察大哥，这的确是我张家的房子，在座的乡亲们都可以作证，想必之间有什么误会吧？没有误会，正是我报的警。张海侵占我的房子，之前好言相劝你们不听，欺辱我是个孤儿，强行霸占，那我只能让法律来告诉你们对错。我的一番话恰得其时，掷地有声。
我们张家是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啊？居然生出这么一个贴钱货，要置家人于死地。二叔瘫坐在地上，指着我破口大骂，我是不孝子孙。三哥到底是进过局子的老熟人，看见警察也不怕，自来熟的地上上好的烟。警察大哥，你不要被这个小妮子给欺骗了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房子都是张家的，不存在什么霸占犯罪。我直接打断三哥的话，把不动产权证给警察看。了解情况后，警察看向三哥，你爸的确涉嫌侵犯他人财产，请不要再阻碍公务，否则将你一并带走。三哥张了张嘴，终究是往后退了。就这样，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爹被带走，一场喜宴也瞬间变了色。大家议论纷纷，大多都在指责我，这女娃心也太狠了吧，这可是她亲叔，居然能将人亲手送进监狱。古人云，最毒妇人心，老祖宗的话总是没错的。二叔的3个儿子将我团团围住，我毫不惧怕，勾勾手指挑衅。一打3，来嘛！那晚的噩梦涌上三哥的脑中，然后他们识趣的告辞，边走边放狠话：如果我爸要是出不来，张婷婷你这辈子别想好过。我无所畏惧，等着他们不知深浅的挑战。政府工作效率很高，我提供的证据链很完善，结局大快人心。二叔被判2年，很意外的是，3儿子知道后并没有找我的麻烦，别说露面，连一句谩骂都没有。事情处理好后，我也回到正轨，开始上班。刚开始一切如故，但慢慢的我发现不对劲，身边的同事都或多或少的躲避我，就连饭搭子也每天找不同的理由拒绝一起吃饭。我百思不得其解，后来还是在茶水间意外得知真相。你知道商务部的张婷婷吗？就是那个最年轻的总监，不到3年就能当部门一把手，不简单啊。有点印象，我记得她身材还挺好，迷倒不少男同事，哈哈哈。我悄悄跟你说，不要告诉别人，她能这么快升上去，都是靠床上功夫，是吗？你比我本人还了解，展开说说。我猝不及防打断他的话，张总监，不好意思，我也是听别人说的。谁？法务部的小林，居然敢造黄谣，我倒是要看看是哪个不长眼的人。气冲冲的我找到小林，没想到他是以谣传谣，告诉我是听行政部的小美说的。你这是在知法犯法，知道吗？我可以告你诽谤。小林苦苦哀求到散后，我终究是心软了。见不得女孩子落泪心，花了1天的时间，我终于知道源头，是打扫卫生的何阿姨。我找到她，何阿姨，你有空吗？她打量我2眼，你谁啊？有什么事？你不认识我？何阿姨十分不耐烦，姑娘你没事吧？我要下班了。我是张婷婷。话音刚落，她的脸色有了变化。如今你该认识我了吧？何阿姨，我们素未相识，你为什么要污蔑我？见她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，我向前一步，看到她的白发与我妈差不多的年纪，语气不经意间放缓。何阿姨，如果你如实说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但话没说完，何阿姨赶紧开口，我不想害你，是张海他儿子逼我的。何阿姨蹲在地上，一把鼻涕一把泪。如果我不按他说的做，我老娘就得遭殃。我娘都80多，经不起半点闪失啊！原来何阿姨的娘家跟我是一个地方的，他们可真是狗皮膏药，怎么甩都不甩不掉。我扶起何阿姨，让她跟我去警察局里走一趟。在警局，何阿姨一五一十地说完整个过程，包括三哥用老人威胁她，
这已经严重侵害人身安全，再加上谣言已经在公司传播广泛，我要求立案调查。三哥没想到我这么快查到是他搞的鬼，被警察带走时还十分惊讶。第二天他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，想要民事赔偿。电话里他卑微地哀求我：好妹妹，我给你10万，求求你放过我吧，我还没碰过女人，不想在牢里度过啊。年终奖都不止10万的我自然瞧不上他这点钱，我可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。你也快半年没见到你爹了吧？你爹可是最疼你的，现在正是你尽孝的时候，快去找他团聚，不要太感谢我。三哥也被判了刑，大哥跟二哥都斗不过我一个女娃，待在村里整天被戳几辆骨灰溜溜的北上去打工。我爸留给我的房子再也没有人惦记。我休个年假，打算把我妈的坟迁过去，带上一壶好酒，来到我爸墓前。墓很干净，不像半年没人来过的样子。碑前还有一束花，花很新鲜，上面还有露珠，一定刚走不久。我快速地往山下跑，答案呼之即出，前方有一个背影。哎，等等，我爸去世这么多年，还有谁会记得他呢？那人听到声音回头看，是江参。怎么是你？还以为是我爸哪个老伙计。你走后，我跟老一辈打听了叔叔的故事，我也想成为他这样的人，为人民服务。成为我爸这样的人很苦，不值得。江参岔开话题，张海一家恶有恶报，如今尘埃落定，你有什么打算？我打算将让我爸妈团聚，他们分隔了20多年，也是时候了。你在这举日无亲，日子定了，我来搭把手。我没有说话，就这样看着他，一时分不清是冬日的暖阳，还是他饱含温度的话语带来的暖意，充满我整个胸腔。生同亲，死同学，终于完成了我妈的遗愿。照片上的她面带笑容，温暖地看着我和江参。为了感谢江参的搭把手，我亲手做了一桌菜。明天你就走了吗？他低头思考了很久，终究克制不住开口。吃完饭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他乖乖地听话，跟在我身后。路变窄，灌木变高。半小时后，来到一处废弃的工厂。这是哪？我爸的工厂。虽然废弃已久，昔日可是能容纳200号人工作呢。我骄傲地跟江参炫耀，原来这就是叔叔昔日奋斗过的地方。江参收起懒散的表情，肃然起敬。我打算继承我爸的遗志，重新操办工厂。人手呢？你打算以德报怨，招纳村民吗？我点点头。虽然他们对我一家造成了不可磨灭的痛苦，但终究是一个地方的父老乡亲。如果我爸在，他也一定会支持我的。你不怕他们对你恶语相向吗？他们惯会见风使舵，可笑。舅公，你在担心我吗？我不是一厢情感，也不是一时兴起。我考察过这里的气候，很适合种植玫瑰等经济作物，后面再加上直播不会亏损。我不是圣母，如果聘请外地人，你觉得当地村民会答应，不会背后使绊子吗？江参后头这才舒展。我会永远支持你。我在心中暗暗发誓，一定要将工厂办得红红火火，了却爸爸的遗憾。1个月后，工厂如期开业，大家都来捧场。人群中多了2位不速之客，他们看见我忙走上前。婷婷，之前是哥哥错了，我爸跟三弟也受到了惩罚，希望你大人有大量原谅我们吧。我不是已经原谅你们了吗？否则你们在外会安安稳稳地度过这2个月。婷婷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你这工厂办的真是好气派，为咱们张家长脸。我时间仅有，屁快放！
你看能不能让我跟二弟也进这工厂？不说坐办公室，怎么说也要大小是个官吧？你是觉得自己有脸，还是我张婷婷给你俩脸？要么就去看大门，要么就滚。如果你们再用下三滥的手段，我不介意让你们一家团聚。或许是时隔3月，他们好了伤疤忘了疼，躺在大门口撒泼打浑，死活不同意。我们是你哥，哪有当妹妹的让哥哥去看大门？你在恶心谁呢？今天你必须给我哥俩一个好差事，否则这工厂你就别想开业。我也不惯着他们，直接一桶水泼过去再报警，整套动作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。他们瞧着我真报警，落荒而逃。我在门口安了监控，抓到多次他们蓄意翻墙破坏工厂门窗。在足够多的视频证据下，他们一家终于团聚。我的工厂逐渐步入正轨，每天的流水6位数。我不以德报怨，也不被亲情凌驾。工作犯错会当下说，同样的错误犯3次会直接辞退。就是这样铁石心肠、冷漠无情的我，却得到了乡亲们的拥护与爱戴。这是我爸一辈子梦寐以求的。大抵这就是人性吧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